超能力學院非常之有人氣嘅 Iverson，肯定很多惡評嘛，一半黑法，看了就肯定會怕。人為什麼會恐懼害怕？因為我不了解正跟陰的東西碰撞，對，可能誤傷到某些人。這個我有感受。對，我覺得挺對不起師傅的。我見到佢咧，點解要展現到咁強俾大家睇咧？一句佢自己嘅座右銘，我就係神，神就係我啦。如果喺我呢度咧，我會盡力就將佢嘅本性發揮到最大。呢個就係我揀佢嘅原因。2026年就嚟到啦，係時候睇睇自己嘅運勢點行啦。好多觀眾同我問開年嘅運勢啦，都話最緊張嘅就係揾錢、事業同埋健康嘅。其實大家都喺電視度見過我㗎啦，我係風水大師兄。之前呢，喺通靈之王兒攞咗冠軍啦，亦都做過超能力學院嘅導師。同好多嘅學員一齊去突破自己嘅界限，正因為係咁啊，我更加明白點樣可以用到玄學去幫到大家實實在在咁解決問題嘅。八字唔係為咗認命，而係幫我哋每一位去認清自己嘅運數同埋能量。邊段時間行財，邊個方位嚟事業，點樣去調健康，我都喺我課堂逐一為大家拆解，仲會教你道法術器去提升運勢，等你可以自己幫到自己，亦幫到身邊嘅至親。你可能會驚我冇基礎喎，點跟得上學習呢？放心啦，我教過唔同年紀、唔同背景嘅學員。由電視節目到線下課堂，我最識嘅就係將複雜嘅內容做到最簡單化嚟教俾大家，等你可以好輕鬆咁上手。新嘅一年行出自信同埋底氣嘅。如果你都想新嘅一年咧把握運勢，活出更順嘅節奏咧，歡迎 WhatsApp 我嘅助手，了解課程同埋報名嘅詳情。WhatsApp 嘅 number 係59303416。祝大家喺新嘅一年行運行到腳趾尾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風水。哇，今次咧係非常之特別啊！平時我哋嘅風水説道咧，見到淨係得我同阿子耀兩個人嚟主持呢個節目嘅。咁咧呢次咧，我哋喺馬來西亞，咁就邀請咗我哋喺超能力學院非常之有人氣嘅 Iverson 嚟參加到我哋呢次嘅節目啦。Iverson 來我們的這個節目做客，我就做了很多的功課啦。因為 Iverson 也是在我們超能力學院是一個非常人氣的選手。除了我們之外，很多的粉絲也留言，就想問你，想跟你交流。大家對你很好奇，但是又很害怕，因為你講的是黑法，就是黑法的這個概念呢。啱啱節目播出，我成日都傾偈嘅我哋咁啊。佢話：喂，好多人鬧我啊！啱啱開始第一集播出嚟嘅時候，第二集哇，我話大家放長雙眼就係啦。我仲想問下，其實為什麼有冇人揾你退款？有人說你呢？就是他為什麼要說你？唉，就可能一半黑法嘛，所以看了就肯定會怕。就大家然後再加上，其實真的我這邊還要重度澄清，我真的沒有對肌肉幹嘛，真的。但是就是有可能這個我也得澄清一下，是因為黑法這能量就是會比較屬於碰撞的能量。就比較激烈所以就是一個正跟陰的東西碰撞。對，碰撞的能量才就是能量的波及嘛。沒錯。所以就可能誤傷到。其實我突然有一個想法，要跟 Iverson 討論一下，因為我不知道說我們能不能夠去拆解黑法裡面它的一些原理，因為人為什麼會恐懼害怕？因為我不了解。我只是覺得它是邪法，它是黑法。如果我把它拆解出來，好像其實跟正統道法，它也有它的原理。原則來說就是混沌嘛。混沌。就混沌，微開就是混沌分開一樣嘛。所以我非常說是 ，OK， 就是正法，跟陰法的碰撞。那宇宙能量最大是碰撞出來的嘛。那肯定原始的東西。我們沒有看過的東西，未知的東西嘛，肯定是從恐懼開始。這世界它沒有一個需求，沒有一個恐懼，那它也不會誕生出。沒錯，沒有碰撞，另外一個對立面。對，其實這個世界，我認為就像人的一面鏡子。
人的心里面一定有好，有不好，但是像是师兄说的嘛，就是你做法的時候，你就有那種殺氣，有的時候就要會收起來。其實它懂得如何運用它。即係我覺得天喺上面睇呢個地球陰陽黑白風雨雷電，都係一樣嘢嚟嘅啫。其實冇分嘅，只不過係個天要去呈現出嚟嘅嘢。但係你要將呢個天要呈現嘅嘢，非要分一個好壞嘅話咧，係你嘅區分。是人的問題，係你嘅區分，不是法的問題，不是道的問題。係啦，冇錯啦，個法你非要將佢分個好壞出嚟咧，就係睇個人係點樣去用佢。啱先Ives一個好好嘅解釋就話，黑化就係一個混沌啫嘛，係原始嘅狀態，都係嗰個能量嘅狀態嚟㗎。所有嘢都係由一而生出嚟嘅咋，所以當你了解咗之後，你明白佢個中嘅一個過程之後，你自己就唔會有呢種就沒有恐懼。每個人嘅恐懼感係源於你嘅未知，源於你嘅匱乏，係咪先？咁啊，當你個人增強咗你自己嘅呢個能量之後，你冇匱乏，咁你再去使用呢樣嘢嘅時候，你其實個能量會更加嘅大。不過都仲要補充一樣嘢，就係話，我希望喺 Ives 身上見到一樣嘢就係咩咧？佢最後佢嘅自我嘅本性嘅出嚟，係人性最光輝嘅時候，同埋所有人都最錫嘅時候，唔係話你要按照呢個社會或者人哋所謂嘅大師嘅標準，要成為咁勁先有人中意你，唔係㗎，你做翻你自己，所有人呢個世界都愛你。其實剛才師兄講的這個觀點呢，我特別贊同，因為剛才我也會想，其實雖然它是一個比賽，但是不代表說，你沒有獲得冠軍，就沒有人喜歡你。其實你的這個人氣是很高的，我覺得其實他的人氣不弱於林赫，因為有很多人其實是能夠看到 Ives 改變，Ives 他本來可愛的那一面，因為我們是一個真人秀，其實真人秀的可貴之處就是真實。然後把一個人的變化在真人秀展現出來，我覺得這一點Ives做到。我都要講個八卦啦，導演組咧一直係諗住我同阿菲菲會有啲乜嘢教學啊、親近啊，又或者之前好像導演老師也起卦說了這個。佢一直即係導演組一定以為要我係咁，以為我係咁嘅，點不知咧？Ives 出咗嚟，即係我哋話即係呢啲嘢係唔可以俾人老天爺安排的，唔俾人為佢安排嘅。對啊，老天爺安排。Ives 他是這樣的一個因為大家覺得黑法啊不好啊、邪惡啊等等之類的，你向他伸出了援手嘛？你能不能跟我們去分享一個，就是具體到底是哪一個瞬間，他真的打動了你？因為你是不知道有這個背景的故事的。咁啊當然啦，我選阿 Ives 嘅時候咧，我唔知道，因為嗰陣時我哋係第一次見面，即而且佢話嗰陣時有睇過我嘅節目，亦都了解咗我係咩門派嘅，但係我對於佢咧，我係毫無所知嘅，因為所有嘅選手喺你哋過嚟比賽之前，我係都冇接觸過，我冇接觸過嘅。咁啊，我係俾阿 Ives 嘅某一種真誠實意打動咗㗎，因為當時啦，就我哋見到佢顯示啲神功嘅時候啦，又攞刀劈啊，係啊，又攞香嚟過香啊，跟住嚟冚個香啊，燒香啊，係啊，即係神功上面我哋見到係有嘅，咁佢其實就未必係話好特別。咁啊後尾咧就到咗中段嘅時候咧，思浩就問啦：你可唔可以講出阿 Crystal 身上發生嘅事？Ives 就話我睇唔到，因為我依家嘅呢個 moment 我冇辦法用到呢種法去睇任何嘅嘢，咁我覺得啱㗎。跟住再俾其他嘅條件俾阿 Ives 去做嘅時候，我做唔到我就唔做。其實作為一個人想去 show up 自己嘅時候，咁啊唔緊要啦，我就憑我自己嘅想像去講就得啦。有很多人會去就是自己發揮，但是未必他能看到。冇錯，因為對着攝像機嘛。因為對於我哋嘅修行嚟講啦，或者係真真正正要入到呢個圈子裏邊去濟世度人係咩咧？係我能夠做嘅嘢，我盡量做好；我唔識嘅嘢，我就唔去掂佢。冇錯。咁呢個係真正嘅。咁我見到佢呢個第一個誠意係到嘅。呢樣嘢係最能夠打動人嘅。第二個咧就係話，
我唔知點解咧，我見到佢咧，雖然話表面上會係展現咗好多好堅強嘅一面俾大家啦，但係我見到佢就係一個 Iris BB 嚟噶嘛，係啊，即係一個好小朋友嚟噶嘛，佢點解要展現到咁強俾大家睇咧？係咪佢唔可以用翻佢最即係真我嘅一面，最天性嘅一面，最自我嘅一面，去做佢啲發泄咩？咁我喺度諗，佢留咗一句佢自己嘅座右銘啦，就係我就係神，神就係我啦。我完全係 buy。點解咧？因為喺我嘅學問裏邊，喺我所修嘅，無論係睇嘅莊子又好，睇嘅與神對話又好，睇嘅陽明心學又好，其實所有都係話你要同個天人合一。莊子裏邊有句叫做天地與我並生，萬物與我為一。其實天地人神係一體嚟㗎。佢講出呢樣嘢，我覺得係佢覺得呢句説話係有影響佢嘅。我希望係帶佢去更加能夠理解到呢句説話，跟住用翻我嘅本性去發揮。即係有一句説話我係唔認同嘅，叫做取長補短。哦，取長補短，為什麼你不認同？因為咧，我學你嘅優勢嘅嘢，去補我自己嘅短處，其實好難㗎。因為我本嚟就唔係有呢啲咁嘅天分，係嘛？最好要做嘅嘢咧，就叫做揚長避短。即係話阿 Ivan 佢嘅嗰個展現咧，就係想話將自己嘅短處係掩蓋，將自己嘅啲長處能夠發揮。咁我覺得，如果喺我呢一度咧，我會盡力就將佢嘅本性發揮到最大。呢個就係我揀佢嘅原因。對，師兄講的兩個點呢，我其實也很贊同的。一個是你的真實，我覺得其實是懂就懂，我知道就知道，我不知道就不知道。第二個點就是說，你自己的發揮，你對於自己其實還沒有達到一個很好的當時一個很好的一個表現嘛。那師兄他又能看到你的潛質，因為他會覺得你是一個璞玉啊，他是可以經過一個雕琢，然後去幫你去發揮你最美的那一面。就他剛才講的是，不是要補充自己的短處，而是發揮自己的長處。冇錯，同埋咧，我聽埋佢嗰個故事咧，我覺得有一個我係覺得都幾感動嘅，即係話師傅係見到佢，然之後就想教佢嘢。咁事實上喺道門裏邊咧，真係師傅揀徒弟。係我覺得我同你累世有緣分。沒錯。因為真真正正嘅師傅咧。我哋有4個字好靚嘅，叫做成願再來。即係我已經做好我自己啦，我有個願望，我再嚟嘅時候，我希望將我嘅所謂嘅衣缽啊、法物啊，我想傳承俾到一個人。呢個就我再來嘅核心係咩？我俾到佢。對，回家。係。然後對我看到 Iris 他聽師兄講到這個回家傳承的時候，他有一點感動，你看他有點這種淚花。對，沒有，就是其實到這裡我也想問一下這個 Iris，就是當你進入師兄戰隊的時候，你感覺是不是跟你想象的是一樣的嘛？然後他教你的第一件事情，是不是某個強大的法術，還是比如說別的一些很簡單的一個道理等等之類的？一開始吧，就完全是不知道這個節目會有什麼導師。對。就有和我朋友聊到，這個風水老師好像，好不錯一下這樣子，然後我講，要多向他學習，或者有機會希望可以遇到他，結果去到現場就遇到了，對，更沒有想到是會能進到他的戰隊，然後就是這一種很奇妙的緣分，我覺得也是上天的安排，就像你第一次遇到你自己的師父一樣的，你通過一個夢。然後他覺得，我也在等你。對，所以我是非常有感觸的，因為其實，在那個時候，我上節目的原因，我可能真的是需要救贖吧，因為很多事情，然後我就問老師，我遇到這個事情，其實不是在學什麼法，什麼事，我就問他的第一句話，如果這個事情發生了，我該怎麼樣去做？然後他就說，發生的事情就發生了嘛。隨着他去，每個東西發生都有它的道理原因。也正跟我想的一樣，我就是聽了他這句話，我更確認我的方向跟什麼。那時候其實對我來講，輸贏已經無所謂了。
我覺得好靚嘅，但係呢個道裏邊咧有一樣嘢就係真係要所有嘢要去好好咁呈現出嚟。所謂嘅呈現咧就係唔係話我要特登點樣去表現，我係要將該發生嘅嘢當下俾佢發生。因為好多嘅人咧係要達成我呢個目標，達成佢嘅呢個目標。咁但係呢個目標係唔係就係個天要你去發生嘅嘢咧？未必係嘅，而係話我冇攞住其他嘅目標，冇咁多嘅慾望喺度。沒錯。要做啦做啦，咁遇到好嘅師傅就跟啦，唔好嘅就翻屋企啦，都冇所謂啦。可能我自己未夠班啦。但係如果個天覺得我係需要有人去救贖嘅，可能就會嗰個 moment 當下就會呈現。我相信我自己都係咁樣樣。其實我們在選擇也好，或者說這個參加一個比賽的時候，我其實沒有帶太多的這個目的，我來了就可以了。有什麼選手，有什麼導師不重要。我們這一期節目呢，也安排了一個小的一個環節，我們叫未曾寄出的一封信。那在這裡呢，我們想請 Iris 閉上眼睛，想象一下，假如時光可以倒流，你可以遇到那個剛剛踏上修行之路還很迷茫的小的 Iris， 那麼你會走過去對那時的自己說一些什麼？可以給你30秒時間，你可以思考一下。其實，好，很想對年輕的自己說，就雖然接下來的路會很難，但是不怕，因為這條路上你會遇到很多伸出援手，上天派來的援手來扶起你來，總有一天你會見到光明。會，真的很好，有一些啟發。那作為這個師兄你的角度來說，你看到一個脫胎換骨的一個 Iris 在我們面前，有什麼感受？首先我覺得好好啦，咁其次咧，我其實想再講兩句嘅嘢，就係話未來應該點樣去過呢？未來你仲有幾廿年嘅人生，你繼續喺度從事嘅時候，應該點樣去把握呢條道路或者感覺呢？繼續按照你自己嘅本心本性，好開心、好愉快地去度過，冇驚，好多艱難、好多險阻，人生全部都係咁嘅。但係如果我哋真係將呢樣嘢變咗一個問題，變咗一個麻煩嘅話呢，永遠都有。咁佢會妨礙住我哋嘅進步。沒錯，我們這期節目呢，就是也真的是走進了 Iris 的這個心路歷程。然後呢，我們也看到了一個人成長和蛻變的一個過程。那其實我很喜歡師兄曾經在節目當中說過的一句話，就是當時 Iris 是跟你講的，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印象，就是他說一個人的強大不是依靠通靈或者術數的能力，其實一個人真正的強大是在這個社會，在這個生活的環境當中，在自己的心中成為自己的英雄。其實我覺得應該就係咁樣樣嘛。你如何係一個成功嘅一生呢？成為自己生命中嘅大英雄。沒錯。那我們也希望就是通過 Iris 和師兄的這個分享，那也給到我們屏幕前的所有的人一些啟發，我們做回自己心中的自己的一個大的英雄，好嗎？好，我們本期節目時間差不多了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好，福生無量天尊。進入咗九子離火，我發現我哋而家處在一個百年未有之變局。每個人都有佢自己生活嘅問題，財運、姻緣、家庭以及健康。面對呢個命運嘅十字路口嘅時候，自己唔知點樣去選擇，或者亦都唔知自己可以做出乜嘢嘅努力。咁於是咧，我決定推出我嘅中華智慧大講堂，通過我哋民族了不起嘅道家哲學思想，通過易經、八字、風水等等嘅道法術器，去解決我哋人生中嘅一次又一次嘅困難。喺我哋面臨命運嘅十字路口選擇嘅時候，做出最優嘅解決方案。